曾几何时，灵界苍穹人族的生存疆域始终笼罩在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之下。数百年来，这片广袤天地间的人族修士，只能在各大强族的夹缝中艰难求存。哪怕是与世代交好的妖族缔结同盟，也不过是靠着两族共有的2位大成老祖，勉强维系着岌岌可危的局面，才堪堪守住了种族延续的火种，未曾沦落到被覆灭吞噬的绝境。直到那一日，一股贯穿天地的恐怖威压骤然从人族疆域深处升腾而起，紧接着一道蕴含着无尽道蕴的金光冲破云霄，直抵灵界星海深处，韩立晋升大成期了。这一消息如同惊雷般在灵界各地炸开，整个人族疆域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沸腾之中。街巷间的修士们奔走相告，宗门内的长老们抚须长叹，就连那些隐居多年的老怪物也纷纷破关而出，望向威压传来的方向，眼中满是激动与敬畏。数百载的等待，无数先辈的期盼，人族终于迎来了第3位大成期老祖。这不仅仅是一位顶尖强者的诞生，更意味着人族终于拥有了摆脱桎梏、逆势崛起的可能。从此，在灵界的话语权将发生质的飞跃。此刻的韩立身着一袭绣着繁复道纹的青衫，手持玄天斩灵剑，剑身上流转的清辉自带凛然杀意。与其他刚入大成期的修士不同，他甫一进阶便已是大成期里的顶级存在。要知道，他的修炼之路本就逆天，融合多种顶级功法，身具多种本源之力，再加上无数次生死搏杀中沉淀的战斗经验，早已远超同阶修士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他的身侧始终站着一位气息沉稳的白袍道人，正是他耗费无数心血炼制的谢道人傀儡。这具傀儡的实力堪比真灵，战力之强足以与大成期修士正面抗衡。这般配置放在整个灵界都是极为恐怖的存在。要知道，魔族作为灵界的顶级强族，其最强的门面便是3大始祖，而韩立与谢道人联手，一人便可匹敌一位魔族始祖。更关键的是，魔族境内有着魔主之母这等恐怖存在镇压，3大始祖根本不敢轻易离开魔界疆域。如此一来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若是魔界再敢像从前那般大举入侵灵界，单单是人族这一关，就足以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，甚至有来无回。人族的崛起之势已然不可阻挡。为了昭告灵界各族，彰显人族的新生荣光，人族高层当即决定为韩立举办一场空前盛大的大成庆典。庆典的举办的选在了人族的核心重镇天渊城，这座历经无数战火洗礼的城池，此刻被装点得焕然一新，无数灵灯高悬，道旗招展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与喜庆的氛围。庆典当日，天渊城内外人山人海，万修朝拜的场面震撼人心。不仅仅是人族的修士悉数到场，就连同盟的妖族也派出了以大成老祖为首的庞大使团。此外，周边的灵族、夜叉族、石族等诸多种族也纷纷遣人前来祝贺，或是带着结交的诚意，或是怀着窥探的心思，都想亲眼目睹这位新晋大成老祖的风采。然而，树大招风，人族的崛起注定会触动某些种族的利益，引来嫉妒与敌视。在这场看似祥和的庆典之上，一股隐晦而凶厉的气息悄然蔓延开来。夜叉族隐藏多年的杀手锏，传闻中早已死在大成雷劫之下的黑霄王竟然现身了。这位夜叉族的大成修士，当年并未陨落在雷劫之中，反而成功进阶，一直被夜叉族当作底牌隐藏起来，伺机而动，妄图在关键时刻给人妖两族致命一击，吞并两族的疆域。如今韩立的横空出世，彻底打乱了夜叉族的计划。黑霄王见韩立刚入大成，料定其境界尚未稳固，便不惜暴露自身，想要趁此机会斩杀韩立，彻底断绝人族崛起的希望。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如意算盘终究是打错了。面对黑霄王的突然发难，韩立神色淡然，甚至没有丝毫惊慌。只见他微微抬手，玄天斩灵剑出鞘的瞬间，一道劈炼般的剑气便破空而出，径直斩向黑霄王。两人交手不过数合，黑霄王便已落入下风，身上的防御宝物接连破碎，气血翻涌不止。韩立的攻击看似随意，却每一击都蕴含着大成期的本源之力，精准地克制着黑霄王的功法神通。最终，韩立一记掌心雷印轰然落下，黑霄王惨叫一声，浑身骨骼碎裂大半，身受重创，只能拼尽残余灵力破开虚空，夹着尾巴狼狈逃窜。这一场短暂的交手，彻底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修士。灵界各族终于明白，这位新晋的韩老祖绝非浪得虚名，即便刚入大成，也能轻松碾压同阶修士，其战力之强简直深不可测。经此一役，韩立不仅为自己立了威，更向整个灵界宣告了人族的底气。从今往后，人族不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任何胆敢挑衅的势力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回溯韩立的进阶之路，堪称一部血与火交织的传奇。在此之前，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，彼时还是合体后期的他，与莫禅离、敖萧两位强者联手，驰援木族，成功打退了来势汹汹的魔界大军。之后，又从凶险万分的魔界疆域死里逃生。
紧接着，木族大战爆发，韩立在这场大战中险象环生，却也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无数天才地宝与上古传承，修为得以大幅精进，终于具备了冲击大成期的根基。历经连番恶战，韩立深知进阶大成期需要万全准备，于是便带着银月寻了一处隐秘的洞府闭关修炼。这一闭关便是整整50余年。闭关期间，韩立心无旁骛，将自身主修的百脉炼宝诀修炼至大成境界，肉身强度与灵力纯度再上一层楼。同时，他耗费巨大心神，将炼神术突破到了第2层，神念之力暴涨，感知范围与精神防御都得到了质的提升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悟透了元和五级山的第3座山，成功炼制出了阴阳大五行山这等顶级重宝。随着诸多功法与宝物的圆满，韩立的修为也顺利抵达了合体后期巅峰，距离大成期仅有一步之遥。万事俱备，韩立不再迟疑，当即开始冲击大成期瓶颈。进阶大成期乃是修士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关卡，不仅需要庞大的灵力支撑，更要度过恐怖的真雷劫，稍有不慎便会生死道消。银月深知其中凶险，立刻懂事地守在了韩立洞府的结界之外，神色凝重地警惕着四周的一切。他周身灵力涌动，布下了数道重重禁制，哪怕是大成期修士想要靠近，也会被他第一时间察觉。韩立进阶大成期引发的威压，远比想象中更为恐怖。以洞府为中心，方圆万里之内的修士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源自大道的压制之力，天地间的灵气为之紊乱，山川河流都在微微震颤。这般景象，可比当年他在人间落云宗进阶元婴期时显眼了100倍不止。当年正是银月在他身边为他护法，抵御外界的干扰。时隔2000多年，当他冲击灵界修士梦寐以求的大成期时，依旧是银月寸步不离地守在结界之外，随时准备为他挡下任何危险。也正因如此，诸多熟悉韩立过往的道友都纷纷感叹，银月才是真正陪伴韩立一路走来的女主。细数韩立的修行生涯，南宫婉、王子陵、袁瑶等红颜知己虽各有羁绊，却从未在他进阶的关键时刻这般不顾一切的守护。唯有银月陪伴他的时间最久，从人间界到灵界，历经无数风雨，在他几次生死攸关的进阶时刻，都甘愿以命相护。这份情谊早已超越了普通的伙伴之情。大成期的真雷劫，其恐怖程度远超合体7天劫，一道道蕴含着毁灭气息的紫色天雷从云层中轰然落下，每一道都足以让合体后期修士粉身碎骨。好在韩立早有准备，祭出了元和五级山这等顶级防御重宝，5座小山悬浮在他头顶，绽放出五彩霞光，形成一道坚固无比的防御光幕，硬生生扛住了一道又一道真雷的轰击。即便如此，天雷中蕴含的毁灭之力依旧透过光幕渗透进来，将韩立轰击的浑身焦黑，鲜血淋漓，身受重伤。当最后一道，也是最为恐怖的一道9天神雷轰然落下时，元和五级山的防御光幕已然布满裂痕，随时可能破碎。危急关头，韩立眼神一凝，毫不犹豫地将早已准备好的13只预备式金虫王式放了出来。这些是金虫王天生具有吞噬天地能量的能力，且拥有不死之身，正是抵御天雷的绝佳助力。放出虫王后，韩立立刻操控他们疯狂吞噬落下的9天神雷，无数紫色的雷电能量被虫王们吸入体内，他们的气息也随之不断暴涨。然而，谁也没有料到，在吞噬了海量的天雷能量后，这13只是金虫王竟然陷入了疯狂之中。他们体内的能量已然超出了承载极限，开始不受控制地攻击身边的同伴，一场惨烈的自相残杀就此爆发。13只是金虫王在雷电光幕中疯狂厮杀，彼此吞噬，场面极为血腥。最终，这场乱斗尘埃落定，13只虫王仅仅剩下了3只。这3只虫王吞噬了其他同伴的躯体与能量后，修为再度进阶，已然达到了合体后期巅峰，距离那传说中的是金虫王仅有一步之遥。如今这3只虫王联手，即便是大成期修士遇上，也得头疼半天，成为了韩立手中又一张极具威慑力的底牌。度过真雷劫后，韩立并未立刻成功进阶，而是陷入了心魔劫的考验之中。为了彻底斩断心魔，他再度进入了心魔界。这片充满凶戾气息的疆域，最能激发修士内心深处的执念与欲望，是磨砺道心的绝佳之地。在心魔界的历练中，韩立仿佛经历了数百次生死轮回，父母、小妹、厉飞羽等至亲之人，莫大夫、李化元等授业恩师，莫教祖师等前辈高人，还有南宫婉、王子陵、袁瑶等红颜知己，纷纷化作心魔出现在他眼前，用最诱人的幻境、最痛苦的回忆不断冲击着他的道心。面对这重重心魔的诱惑与攻击，韩立始终坚守本心，不为所动。他手持玄天斩灵剑，眼神坚定如铁，将眼前一尊又一尊心魔悉数斩杀。每斩杀一尊心魔，他的道心便越发纯粹，对大道的理解也越发深刻。最终，韩立对着镜中那个充满执念与欲望的自己挥出了最后一剑，嗤啦一声，剑光闪过，他彻底斩断了自己的大成心魔，道心圆满，修为彻底稳固，真正踏入了大成期的境界。出关之后，
韩立第一时间带着银月等人返回了人族的天渊城。然而刚回到天渊城，他便得知了一个让他怒火中烧的消息：他的徒弟海大少竟然被人盯上了。原因便是海大少身具罕见的引雷灵根，这种灵根在修士渡劫时有着极大的辅助作用，能够引导雷电之力，降低渡劫的凶险。而灵界珍珠圣岛上有一位名叫杜宇的修士，如今已是合体后期巅峰，正卡在进阶大成期的瓶颈，无法突破。杜宇得知海大少的存在后，便生出了歹念，想要强行掳走海大少，借助他的引雷灵根帮自己渡劫。据传闻，有了海大少的辅助，他晋升大成期的机遇能达到1成之多。1成几率？韩立听完手下的汇报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心中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，暗自怒骂道：妈的，1成几率意味着9成都是死路一条，我韩立的徒弟岂容他人这般当作渡劫的工具？若是海大少在渡劫过程中被天雷劈死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彼时天渊城的金月禅师等几位人族高层正为此事苦恼不已。珍珠圣岛实力不弱，杜宇更是合体后期巅峰的强者，若是拒绝，恐怕会引发两族的冲突。可若是交出海大少，不仅对不起韩立，更会寒了人族修士的心。就在众人犹豫不决、束手无策之际，韩立的身影骤然出现在大殿之中，清冷的声音响彻整个大殿：别纠结了，这事韩某不会答应。话音刚落，他便抬手对着虚空轻轻一按。远在珍珠圣岛的杜宇正满心期待地等待着天渊城交出海大少，突然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威压锁定了自己，紧接着一道蕴含着无尽威能的掌印破空而来，瞬间击穿了他的洞府防御，将他狠狠拍在地上。杜宇口喷鲜血，浑身骨骼碎裂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。他甚至没能看清出手之人的模样，便被打成了重伤。这一击彻底给杜宇打出了人生阴影，从此再也不敢提及掳走海大少之事。解决了杜宇的麻烦后，人妖两族的高层更加坚定了为韩立举办盛大庆典的决心。如今的韩立不仅是人族的第3位大成老祖，更以一己之力震慑了珍珠圣岛，展现出了恐怖的战力。这场庆典既是对韩立的祝贺，更是向整个灵界彰显人妖同盟的实力。很快，庆典的消息再次传遍灵界，这一次的规模比之前更加盛大，天渊城内外聚集的修士数量也远超以往。人妖两族的修士整齐排列，对着韩立行朝拜之礼，山呼韩老祖，声音响彻天地。灵界其他各大种族也纷纷送上了珍贵的贺礼，态度恭敬无比，再也无人敢小觑人族的实力。便是在这场万众瞩目的庆典之上，夜叉族的黑枭王再度现身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骚动。正如之前所言，黑枭王本是夜叉族隐藏的底牌，此次为了斩杀韩立，不惜暴露自身。他现身之后，便直接向韩立发起了挑战，言语间充满了挑衅与杀意。然而实力的差距终究是无法逾越的，即便黑枭王已是成名多年的大成修士，面对刚入大成的韩立，依旧毫无还手之力。韩立神色淡然，出手从容不迫，仅仅数招便将黑枭王打成了重伤。若不是他刻意留手，想要借此立威，黑枭王早已命丧当场。重伤的黑枭王再也不敢有丝毫停留，狼狈逃窜而去。夜叉族的阴谋彻底破产。这场交手让整个灵界都记住了韩立的名字，也明白了这位新晋大成老祖的恐怖战力。他绝非普通的大成修士，而是能够轻松碾压同阶的顶级强者。不过在交手的过程中，黑枭王为了求饶，向韩立透露了一个极为不好的消息：人妖两族的2位大成老祖莫剑灵与敖骁，在之前的魔界大战中并未返回灵界，而是被困在了魔界疆域之内。韩立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神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。如今虽然他已然进阶大成，战力强横，但要独自支撑人妖两族这么大的摊子，应对灵界各族的觊觎与魔族的威胁，依旧是压力巨大。更何况莫剑灵与敖骁乃是人妖两族的老牌大成老祖，彼此之间有着同盟之意。若是放任他们被困魔界，不仅会寒了两族修士的心，也会削弱人妖同盟的实力。思索片刻后，韩立便做出了决定，再度前往魔界，探寻莫剑灵与敖骁的下落，弄清他们被困的缘由。若是有可能，便将他们安全带回来。一场新的凶险历练已然在等待着这位新晋的大成老祖。